如果中国有一个省份可以包揽山地、盆地、沙漠、冰川、峡谷、草原、湖泊，那一定是新疆。只不过昔日丝路驼铃马，纵贯西域实非易事，但而今驱车便可长风万里，山河入画。踏上这片土地，我才明白，何为雪峰千峦列，四明玉骨，俊霞万崖红，尽换丹容。这华夏疆土，真谱写成了一曲。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白沙湖，湛蓝色的湖水，后面啊起伏的那个山其实就是沙山。这个地方最绝的呢，是因为我们身处在海拔3300米的帕米尔高原，所以360度环绕我们的全部都是海拔6、7千米的神山。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实属不易，但这里才是白沙湖的正确打开方式。的左手边，我们这条环湖公路啊，白沙湖经常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还有正前方。因为咱们是山路嘛，所以其实是围绕着湖面在走，非常的壮美。那很多朋友来这边自驾呢，都会选择环湖的南线，但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走白沙湖的北岸，因为你只有走上了这条路，你才会明白自驾在帕米尔高原上面的爽感。我周围全部都是海拔6000米、7000米以上的神山。我们这次开的全新的问界 M9， 双拼色的颜色呢叫做沧海银蓝，跟这个白沙湖我觉得是非常配的。你看那个湖面呢是蓝色的，然后上面是白皑的雪山和白云，其实跟我们车内这个配色一样的。你看我们车内是上面是这种深蓝色，下面是这种浅米色，就整体是特别协调，而且双拼的颜色就很有旗舰的感觉。不得不说啊，就开着这台车开在这样的景色里，就非常有 Grand Tour 伟大的旅程的即视感。咱们这次啊是一路上海拔之行，那是从喀什一直开到白沙湖，海拔是从1200米左右到现在的3000多米。整体这一路上呢，我们这台是增程的动力啊，非常的丝滑，而且说实话，现在咱们其实还是有一点亏电的状态，但是动力依然是很猛的。你在高原高海拔啊去开新能源的车型，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爽。很多朋友说一来新疆你就会有那种巨物感，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你那个雪山那么高，它就在你的身边，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咱们的核心路线来了，朋友们。出来自驾怎么能够不下道呢？不下道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色呢？你们说对不对？咱们现在呢就在朝着白沙湖一直开了。小一，你好，帮我把悬架调到最高，车身高度正在调到最高。因为这边的这条路它整体上还是有很多很大的这些起起伏伏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标准悬架的话，有可能会卡一下，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的通过性。哇，咱们就停在这儿了啊！一起看看不一样的白沙湖。白
白沙湖叫这个名字显而易见了吧？因为它一半是沙山，一半是湖泊，而且呢，它的白沙非常的细腻。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沙子的流向都是一样的，因为呢，它是风吹沙，这个整个沙山都是靠风经年累月的把沙子带到这里所形成的。如果我们能走到湖山交界的最里面，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白沙，哪里是湖泊了，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流沙湖。当然，这只是白沙湖被称为帕米尔高原上最美丽的湖泊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白沙湖三面环山，我们所熟悉的海拔7000米以上的穆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全部都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高原湖泊。它是峻岭拱卫的浩渺水泽，无限层次的蓝白就已构成了天地颜色。这里长风不息，游走山巅瀚海，萦绕出一曲帕米尔高原上的冰之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新疆便是这般冷峻，明明的火一直在烧着，魔王还未现身，灵珠可不能独奏这首歌。我们现在就在去往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路上了。今天呢，我们的行程是差不多6个小时，而且这个全程啊都是这种路况很好的公路，而且旁边都是一个大戈壁的状态，所以呢，全程辅助驾驶开着，这样一方面啊比较轻松，另一方面呢，新疆这边日照的强度和时间都是很在线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眼睛有时候看不清楚。但是呢，因为现在这台全新的问界 M9 它是40个感知元件，所以这台车它是360度看得很清楚的状态。那我呢就准备5个小时躺赢过去。这个座椅是一个动态零重力座椅啊，就是你看我安全带是在座椅上的，如果万一发生碰撞的话，我们的这个靠背也会瞬间的就把我归位到一个正常的姿态。另外这个坐垫上面它也是有安全气囊的等等，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安全配置。现在我这个车窗呢调的是一个中档亮度，为的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窗外的大戈壁的景色，其实还是蛮壮观的。不过因为咱们不是要全程躺赢嘛，这个车控的屏幕它是可以拿下来的，就拿在手里就会比较方便。我们每一块窗户明暗都是可以调节的，另外就是我们的遮阳帘咱们也全部给它打起来。我们这一趟呢，因为全程都是开着 ADS 嘛，所以其实我在后排是很舒服、很平稳的这么一个状态。不过现在呢，全新的 M9 它有一个新增的驾驶模式，就叫 M9 模式。你们猜猜它有什么功能？小金，你猜一下它有什么功能？它自己是更舒适吗？更舒适是吧？你觉得？其实他说的这个有点道理，因为毕竟 M9 其实我觉得是一台非常旗舰豪华的 SUV 啊。就如果是它更舒适的话，其实它就类似于那种后排尊享模式。但是就是说现在 M9 这个新的模式，它比这个所谓的后排尊享模式我觉得还要更牛一点。它是一个类似于智能模式，它会根据我们车内的摄像头还有我们座椅上的传感器来感知我们车里的乘坐情况。比如说现在是你一个人开车啊，你调到 M9 模式之后呢，它就会更加倾向于运动模式，让你获得更多的驾驶乐趣。那比如说现在咱们这种状况呢，就是它很明显的知道我是车内地位比较高的人，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就会偏向于后排尊享模式，就会让动力的输出更加的线性，然后我们的悬架呢更软，我们的后排要更稳定的这种感觉。那我现在就准备在后排放松一下了啊，先打开我的座椅按摩，搞个饮料喝一喝。我要挡光啦！5个小时开着辅助驾驶，我们轻轻松松就开到了魔丸的领地。哇，你们看看这沿途的环境，像不像一路驱车深入火焰之中？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里面了，你们就说现在此情此景，像不像开在火星表面上的感觉？这里被称为我们中国地质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能见到丹霞、雅丹、喀斯特，甚至还有炎炎地貌。
他们说这个天山峡谷是我们全中国你最值得看的峡谷之一，诚不欺我。小易，主驾你好，切到越野模式。好的，正在打开越野脱困模式。就我们切到越野模式之后呢，我们现在车辆的悬架会自动调到最高，然后同时因为我们这台车是双电机四驱嘛，我们整体的四驱的动力的分配，车辆其实也会按照我们现在的路况去进行调节。M9 呢，它也配备了很多种不同的路面辅助模式，比如说像湿滑模式、雪地模式、涉水模式，包括越野脱困模式啊。我们去到不同的场景，咱就可以直接切到这个不同的驾驶模式。那你切到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轮端的扭矩，我们动力的输出，然后包括我们悬架的高低，车辆其实都会自动的给你调节，基本上是一个全场景咱们都能放心开的状态。其实现在这个路面啊，它不是说特别难，它就是非铺装路面，碎石，然后坑洼很颠簸。我们这台车呢是双腔空悬加上连续可变的阻尼器，然后再配上预苗，其实在现在这样的路况下开起来，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你可以开的相对来说比较快，车身依然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而且预苗的话呢，你配合上它的感知元件，也可以去看到我们前方的路况。如果有大坑，咱的悬架呢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就依然给你一个很平稳的驾驶感受。然后蝴蝶谷的位置呢，刚好在托木尔大峡谷的最下游，所以流水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有水有沼泽，它就会飞来非常非常多的蝴蝶，故名蝴蝶谷。是不是觉得就在这么一个被风蚀雨蚀、时光岁月雕刻的如此冷峻有棱角的地方，有一个这么生命力和这么浪漫的呈现，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们驱车来到这里，最大的感觉当然是感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同时你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地球上的这些岁月的具象表达。我从未用这般视角去凝望新疆，皑皑雪峰的冷峻巍峨，悠悠峡谷的纵横沟壑，冰与火在此碰撞相融，谱写成一首震撼心灵的大地长歌。回首望，古道驼铃仿佛还吟